一桥飞架3D天堑变通图。24日上午9时整，随着香港口岸离境车道闸口开干放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正式通车运营。同一时间，珠海和澳门口岸离境车道上等候许久的车辆也陆续通过关口。史上大桥，问鼎多项世界之最的港珠澳大桥24日正式通车运营。新华社赞助商链接。此前一天，23日，公西历时9年，全长55公里，问鼎6项世界之最的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至此，始于上个世纪的跨越伶仃洋的联通之梦成为现实，粤港澳大湾区的便捷互通和融合发展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中国开通世界最长海上大桥，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里程碑。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当天，外媒纷纷进行报道，不吝赞美和惊叹港珠澳大桥。然而，这样一座由粤港澳3的共建共管的跨境大桥，在海峡对岸激起的情绪和话题，却看上去要复杂很多。用眼睛就能看到你和祖国的联系，这是历史性的一天。24日，乘车行驶在刚刚通车的港珠澳大桥上的盛智文对香港南华早报如是说：“这位被称为兰桂坊之父的香港商人，用一个新世界形容大桥对于香港的意义。”赞助商链接。盛智文是港珠澳大桥首批使用者之一，与盛智文同样感到欣喜的，还有当天港珠澳大桥数千名第一批使用者。对他们而言，通行时间的缩短、运输方式的多样化都意味着生活品质的改善。南华早报在另一篇报道中援引香港落马洲中港货运联会主席蒋志伟的话说：“从香港至内地，通过港珠澳大桥的货运成本可以减少1/3，这将带来更高竞争力。”南华早报报道截图。作为粤港澳3的首次合作共建的跨海通道，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最长的钢铁大桥、最长的海底隧道，以及最大、最深、最精准深海无人对接的沉管隧道。赞助商链接。除了创下多项新的世界纪录，拉美社在23日的报道还称，这座大桥更是港珠澳3地经济实现一体化的里程碑。拉美社报道截图。通过这条设计寿命为120年的钢铁巨龙，西边的澳门可以与周边城市取长补短，在更大范围发展旅游业，吸引更多外来投资。珠海也将一改澳门后花园的角色，可以成为区域交通枢纽。东边的香港则能进一步缓解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延伸经济辐射力。而在美国石英财经网看来，这座大桥延续了要想富先修路的思路，是北京连通香港、澳门和中国南方地区努力的一部分。报道还援引一名香港议员的话说：“大桥令人叹为观止，你甚至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像纽带一样将香港和内地连接起来，让你用眼睛就能看到你和祖国的联系。”赞助商链接。台网友呼唤快接通台湾，绿营情绪很复杂。港珠澳大桥的通车，用举世瞩目来形容并不为过。而在台湾海峡的另一端，由此引发的关于台湾海峡跨海大桥能否实现的讨论，却成为热门话题。据台湾东森新闻云网站报道，港珠澳大桥总设计师孟凡超先前曾表示，完成了这项工程，港珠澳大桥后，下一步期望能建设跨越两岸的台湾海峡大桥。报道称，孟凡超强调，要建台海大桥，经济、技术上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两岸关系的走向和解决两岸关系问题的时机。东森新闻云网站报道截图。台湾旺报也注意到，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项目总工程师黎明日前也表示，拿下港珠澳大桥，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中国人不能造的桥。赞助商链接。社交媒体上，台湾东森新闻云不无叹服又不无失落的配图写道：“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长到不见另一头的感觉。”羡慕之余，许多台湾网友也纷纷呼唤把桥连到台湾。这一幕不难让人想起此前岛内民众对另一路台连通方案、两岸海底隧道的期待。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称，按照大陆科学家的规划，这条海底隧道全长约135公里，深入台湾海峡200米深的水域，穿过坚硬的花岗岩、
避开地震带，连接福建和台湾新竹南寮渔港。文章称，虽然设计已经完备，但若想真的开工，得先解决两岸关系问题，并取得建设共识。显然，台当局并不乐见这条通道的修建。台湾陆委会不久前就此回应称，两岸从未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目前两岸关系发展，也不具备任何协商的条件。赞助商链接。不过，台湾民众似乎并不这么认为。曾任马英九办公室副秘书长的罗志强此前在脸书发起投票，询问网友兴建两岸海底隧道对台湾是好事还是坏事，结果有近90%的网友认为是好事。罗志强脸书截图。有意思的是，当全球媒体都在用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来形容港珠澳大桥时，台湾 TVBS 新闻网却以港珠澳大桥只排第6世界最长桥第2名在台湾为题，引用美国 CNN 的盘点称，台湾的彰化、高雄高架桥以全长157公里位列世界长桥第2名，港珠澳大桥以55公里的长度仅排第6，而这波避重就轻、疯狂找寻存在感的操作，也惹来岛内网友的集体嘲讽。世界上最长的路就是台湾媒体的套路。赞助商链接。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一座大桥之所以令绿营急火攻心，在台湾问题专家张斌看来，主要是因为大陆不断上升的综合实力和台湾日益沉沦的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们准备实施的台独政策正不断幻化为一个泡影。虽然台湾海峡跨海大桥难度很大，但港珠澳大桥让这一设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这对于拉动台湾经济、增加两岸粘合度大有好处，某种意义上也会为未来祖国统一创造更多的便利，这自然会令绿营如芒在背。张斌说。张斌补充说，港珠澳3地的相连与整合带来相互依撑和互补、经济融合发展的前景，也令岛内一些人羡慕嫉妒恨。而在台湾中时电子报看来，大陆提出大湾区概念，3个通过大桥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区块，通过经济的融合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而这个概念同样会影响到台湾与大陆连结的思维。赞助商链接。中时电子报报道截图。在这篇文章看来，如果台湾与福建也能融合成另一个大湾区，假以时日，必然会让台湾人民更能接受大陆的经济生活，而利用经济生活来打破政治的藩篱，增强心理的认同与依赖，不仅可以抵消民进党政治操作两岸议题的力道，也更能强化两岸共同融合的目标。最后，小瑞想用一名台湾网友的话作为结尾。这名网友在脸书刊文称，前几年看到一个朋友在大陆高速公路上拍到京台高速标识的照片，当时心想怎么可能会发生？但随着港珠澳大桥的开通，我突然有很深的危机感。未来这些优秀的左岸年轻人，可能可以每天开车到台湾上下班了。缓缓运气爆表，再一次幸运地成为了中国奇迹的见证者。在228米高的金湾金沙江大桥滑艇岸主塔塔顶，目睹了浇筑封顶的关键时刻。18日至20日，环球网和中交第2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主办了当代中国奇迹之旅活动，组织媒体走访华丽高速公路项目金湾金沙江大桥。金湾金沙江大桥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中交第2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世界在建最大跨境的山区峡谷悬索桥。赞助商链接。刚来到塔下，中交2公局华丽高速金沙江大桥项目经理王凤从就骄傲地告诉环环，金湾金沙江大桥是目前世界在建最大跨境的山区峡谷悬索桥，并且1386米的大桥几乎是凌空吊起来的。大桥桥面距离金沙江江面垂直高度为335米，塔顶距金沙江江面垂直高度479米。因项目所在山区多雾，大桥建成后将如同一条穿梭在云雾间的天路。大桥建好之后长这样。环环在主塔下抬眼望去，并没有看到塔顶，倒是治好了多年的颈椎病。金湾金沙江大桥跨越金沙江大峡谷，不过金沙江江面只有300多米宽，为什么大桥跨度却是1386米呢？
中交二工局华丽高速金沙江大桥项目总工程师张明闪为环环补习了一下桥梁建筑知识。他说，主要是周围的山高、峡谷陡、深、宽，而且大桥处于三高地区，高海拔、高岔大、高地震烈度，同时周围环境对于施工的技术要求也很高，山区道路问题也给施工带来了很大难题。环环对道路问题深有体会，在去往施工现场的路上，一直感慨颠路还真是颠。环环还目睹一辆车翻倒在山体旁边，难怪建设人员说颠路难，到县衙摊滚石碑，赞助商链接。而雨季则会让道路情况更加糟糕，运输物资的必经隧道口经常会被泥石流堵住。中交二工局华丽高速金沙江大桥项目生产经理艾国清补充说，曾有美国桥梁网的工作人员想来项目上考察交流，行至半路因道路被堵住无法继续前行，最后无功而返。环环去现场的时候，雨季已经过去，但隧道口依然可以看到落石和泥土。天气的变化还会影响施工材料的质量，不过机智的施工人员已经掌握了山区天气变化的规律，会在风雨来临之前做好准备。划重点了，环环要上天了。它高近230米，约等于环环来到了80层摩天大厦的露天观景台。勇敢的环环强行拖住球球，乘坐升降机用了6分多钟才抵达塔顶。万万没想到的是，还需要手脚并用爬3层铁梯才能登上塔顶。抖音有视频有真相，此时的环环终于明白白